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深深懂得和平之宝贵。70年前发生的那场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武装干涉，同时入侵台湾海峡，把战火烧到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之上。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毅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2年9个月舍生忘死的浴血奋战，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7653名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牺牲，万千钟鼓长眠在那片盛开着金达莱花的土地上。借助最新的 DNA 技术，军事科学院科研人员正在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无名英烈确定身份和年龄，寻找他们的亲人。他叫陈虎山，一名志愿军老战士。70年前，他的哥哥陈增吉给家里寄回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信中说，打完仗就回老家，却再没了音讯。后来，每逢过年过节，家里都会为哥哥摆上一副碗筷，等他回家。2019年国庆前夕，通过 DNA 比对，已是耄耋之年的陈虎山与失散了70年的哥哥陈增吉，终于用这样一种方式重逢。哥哥的棺椁上，是一面鲜红的5星红旗。我妈等了70年没见到你，我今天终于见到你了，见到你回家了。弟弟等来了哥哥，孩子等来了父亲，祖国等来了他的英雄儿女。从2014年至2020年9月，已经有7批716位在韩志愿军烈士的遗骸回到祖国。我是中国空军，我们奉命运送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2架，奉命为你全程护航。离家犹是少年身，归来已成报国躯。纵然岁月能够改变山河，时间能够冲淡记忆，但那场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那些为祖国和人民而战的优秀儿女，将永在史册。习近平指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力量源泉及其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的正义性。
远处是茫茫林海，近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青纱帐。70年前，这里曾是第42军开垦的一片荒地，很多老战士关于抗美援朝的记忆是从这片静谧的黑土地开始的。我们是50年的3月，从信阳坐孟关车到东北黑龙江，参加北大荒开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嘛？中国的那时间就是粮食上不够嘛，这是刚刚的部队进行生产。结束了连年征战，这些共和国军人最大的愿望是让新生的共和国伴着和平的阳光早日富强起来。咱们把枪支都保存起来了，搞生产，伐木，修铁路，这开荒，种上地搞上什么长路真好啊，那么高，1人多高，就那黄豆啊，就我这搁着这么高高。百废待兴，整个国家都沉浸在加快和平建设的喜悦之中。1950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进行整编，在1年内复员150万人。6月6日，7届3中全会召开，会议提出，争取在3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6月24日，夏至刚过，甲茂松记得，正是庄稼疯长的季节。部队要求第2天周日照常出工，大家早早就睡了。谁也没有想到，一觉醒来，千里之外的一场战争，会让他们来不及等到这片田野的丰收。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这一天，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在他的密苏里老家农场度假，当天下午便匆匆飞回华盛顿。由于时间仓促，以致2名随员没赶上专机。仅隔1天，美国政府做出武装干涉的决定。美国政府的眼睛盯住了朝鲜半岛，也盯住了台湾海峡。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这份1950年6月27日白宫对外发表的声明中，杜鲁门明确表示，我已命令第7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台湾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本的和平解决或联合国的审议。然而在这一年的1月5日，杜鲁门还曾代表美国政府发表声明，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声称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权，也不打算使用武装部队干预中国现在的局势。不过几个月时间，美国政府就公然抛出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将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提交联合国审议，制造中国的分裂。Most Americans and most historians still say Truman did not want to intervene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He didn't want to defend Chiang Kai-shek, Chiang Kai-shek in Taiwan. But in fact, in February 1949,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an Acheson, said in a top secret meeting, we have to carefully conceal our desire to keep Taiwan separate from the mainland. Inserting the 7th Fleet right after the Korean War began was
a direct intervention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美国把台湾和朝鲜半岛这两个并不相干的地区联系起来，同时采取严重的军事步骤，趁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直接插手台湾问题。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自然无法容忍这样的挑衅。1950年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声明。我现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声明，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7月7日，美国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组织所谓联合国军开入朝鲜半岛作战。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这表明美国已经下决心扩大它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这也意味着朝鲜战争的性质已经由一场内战转变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中国乃至亚洲的安全与和平面临严峻挑战。By the end of December 1949, Truman had signed off on NSC 48, which i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ocument 48. And in there, you can see the statement, we should contain and where feasible, reduce communism. The U.S. thought this is a first chance to displace, to replace an ongoing communist government. 打着所谓联合国军这个幌子，美国把另外15个国家裹挟进了战争漩涡。在英国伦敦市区的维多利亚公园中，有一座为纪念朝鲜战争中阵亡的英国官兵而设立的雕像。战士肩背步枪，头部下低沉思。英国这些年轻人很多并不清楚，为什么要去遥远的亚洲参与一场和自己国家无关的战争，有的甚至只是为了得到一份工作。In 1950, at the time, things was a bit rough in this country. You know, some of the food was scarce, so to go for the jobs wasn't. There were no good jobs vacant as well. You know, things like that. You know, good jobs. So to go to serve under General MacArthur,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American Forces, to VD, that sounds a great idea. 这份美国驻英国大使道格拉斯写给美国国务卿的工作报告，提出英国人在朝鲜问题上非常担忧和焦虑，对于有关台湾的行动令人不安，还专门提出台湾属于中国，是中国的一部分。But the facts are that the American administration was really the moving force. Had the Americans not decided to undertake the action in Korea, I don't think Britain would have acted on its own. 美国政府坚持其顽固立场，声称绝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坚决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从美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的那一天起，毛泽东就以战略家的敏锐预感到即将到来的危险气息了。东北是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一旦战火蔓延到中朝边境，将直接威胁中国的经济命脉。中国领导人是非常有战争经验，所以那时候周恩来跟毛泽东就估计这个战争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结束，所以他们那时候就考虑，就是要加强这个在东北的这个边防。快到7月中旬的时候，中国就开始组建东北边防军了。1950年7月7日
也就是所谓联合国军成立的当天，根据毛泽东提议，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保卫国防问题第1次会议。6天之后，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第13兵团第40、第38、第39及第42军等2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后来，第50军又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后续的2、3线部队也按北上命令进入指定地区。2线、3线部队的集结部署是一项重大的战略举措，它能够保证东北边防军一旦出动，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后续力量支援。第9兵团集结在山东曲阜地区，毛泽东要求该兵团在集结整训1个时期后待命开东北。第19兵团集结在陇海路沿线地区。抗美援朝战争第1次战役开始后，毛泽东亲自起草了给西北军区副司令张宗逊的电报，强调战事紧急，要求第19兵团部及其所属的2个主力军要在1个月内完成一切出发准备工作，待命开东北。后来，这2个兵团都先后投入了朝鲜战场的作战。一趟趟军列星夜启程，一支支伴随着解放战争进程，从东北征战到华南的雄狮劲旅，又紧急开赴那片熟悉的黑土地。此时，正在东北农垦的第42军第125师译电员庞金典，收到了一条命令。他上面通知生产那个集结，这个小地方准备了好几个月，准备是大生产，怎么都调了都不要了？有点睁着头脑的，他都想着是这开始要打仗了。给你准备好了2个车皮，上火车，一家伙开到通化铁厂，咱们的武器已经到了，武器这个都是封的，完了处理了。这时候是连处理武器，连讨论题，就讲了朝鲜的形势了。高瞻远瞩，未雨绸缪。新组建的东北边防军，后来成为第1批入朝参战的志愿军。时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后来回忆，如果不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预见到战局会出现曲折，即使组建战略预备队，我们就很可能措手不及，贻误战机。如同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就在东北边防军组建后的第2个月，朝鲜战局陡然恶化。仁川港，如今的韩国进出口贸易中心。70年前，朝鲜战局就在位于半岛封腰部位的仁川发生逆转，也使这里成了世界关注的地方。1950年9月，所谓联合国军已投入战斗2个多月，而朝鲜人民军依然控制着朝鲜半岛绝大部分土地。美军迫切需要一场胜利来扭转不利局面。기존의 전쟁에서 상당히 좀 성공적인 결과를 가져왔다. 이런 방식으로 해가지고 전선의 중간을 이제 끊는 방식을 선택을 했던 것 같아요. 그래서 미국은 이제 몇 군데를 좀 생각을 했는데요. 그러니까 이 원산이나 이 동해안 쪽도 생각을 했었고 이제 이 인천도 생각을 했는데. 最先把目光投到仁川的，就是这位喜欢叼着玉米芯烟斗的美国5星上将麦克阿瑟。老兵爱德华·罗尼作为当时麦克阿瑟的新闻发言人，
全程参与了仁川登陆的计划制定。And the Army said we're against it because we don't have enough troops to make the invasion. So one by one, MacArthur convinced them to agree and let him have the Incheon invasion. 尽管美军高层认为仁川登陆风险太大，但麦克阿瑟对此胸有成竹。1950年9月15日，在仁川附近海域，麦克阿瑟坐在以北美最高山峰命名的旗舰麦金莱山号上，目送着500架战机掩护下的200多艘战舰和7万多部队实施仁川登陆。从这段美军后来披露的仁川登陆影片资料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登陆作战异常顺利。1周之内，登陆士兵超过5万，同时卸载的还有6000多台战车和大量的战场补给品。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战局急转直下，仅仅3天后，所谓联合国军先头部队已抵达38线附近。38线，即北纬38度线。2战结束时，美军和苏军在朝鲜半岛以此为界，在南北两边分别接受日军投降。当天，周恩来发表重要演说，在后来的岁月里被反复引用。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临近国庆，北京天安门广场花团锦簇，装点一新。每到此时，老兵庞金典总会想起70年前的这一天。他和战友们在鸭绿江畔，通过一台老式收音机，收听新中国第一个国庆活动的情景。部队在山沟里边吃，我们的话机关还有个房子，一广播大家高高兴兴的，这还欢呼跳跃，心情很激动啊！距离庞金典所在发报室上百公里外的作战值班室内，临战气氛越来越浓。那时候可忙了，几个军都要联络，转军委的电报也很多，要转给他们，还有一些大量的通报，情况通报。新中国第一个国庆之夜，注定是一个无法平静的夜晚。毛泽东参加完庆祝活动，已是深夜。就在当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紧急召见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国庆节，我们使馆还举行了一次招待会。这个形势就很紧张了，平壤天天来轰炸，就地毯式的轰炸。使馆那个门口有一条路，就看见我们在路上就看见了，老百姓扶老携幼往北逃跑，那这非常凄惨。
也是在同一天，斯大林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向毛泽东转来的电文写道：“你们如果认为能用部队给朝鲜人以帮助，那么至少应将5、6个师迅速推进至38线，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38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我的父亲叶子龙，他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27年整，白天工作，夜晚也要随着主席的那个作息，晚上也要工作。那一年，11岁的叶燕跟随父亲叶子龙住在中南海的院子里。他清楚地记得，那个国庆之夜，中南海灯火通明。他那个办公室里，有一圈小沙发什么，小型的会议就在他办公室开。出了菊香书，走一点点就是那个开会的一个地方，叫做一年堂。一年堂大会小会不断。胡乔木讲到决策的时候他着重说了，就是这个决策是毛泽东一生中最艰难的决策之一。这个毛主席在决策之前3天3夜没有睡觉。如要出兵援朝，意味着新中国要与世界第1强国较量。当时的中国，经济刚刚开始恢复，物资极度匮乏，财政状况甚为困难，工农业总产值仅为美国的1/28，钢产量还不到美国的144%。两支军队在武器方面的差距同样巨大。美军不仅航母、新式战机一应俱全，还有令人望而生畏的原子弹。而此时的中国军队，基本上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作战，武器装备相当落后，海空军尚处于初创阶段。在这样的敌我力量对比下，如果出兵参战，能不能打赢？会不会引火烧身、惹祸上门，使经济建设难以进行？军情紧迫，压力巨大，决策异常艰难。这是2份毛泽东给斯大林的回电，一份收藏在俄罗斯，一份保存在中国，落款日期都是10月2日，电文内容却截然相反。俄罗斯收藏的那份电报中，中国没有同意出兵；而在中国收藏的这份电文中，毛泽东则表示，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同一天的2份电报，内容为何会完全相反？直到战争结束多年之后，这个谜团终被解开。10月2日，毛泽东亲笔起草了就是给斯大林的回复的电报，但是这封电报并没有发出去，就是因为当天下午召开了会议，然后在这个会议上，多数人都反对出兵朝鲜，讲了出兵朝鲜的一些不利的条件，所以他就把之前起草的这个电报压了下来。假如不出兵，美国的力量就直接威胁中国的东北，而且是一个长期的存在，那你为了应对这种长期威胁，你也要有付出的，而且这个付出可能比你参战还大。事实上，中国一刻也没有放弃维护和平的努力。9月30日，南朝鲜军率先越过38线。10月2日，麦克阿瑟向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下达越过38线的命令。第2天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
再次郑重指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38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When the Korean War broke o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id not have any represent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So the way that Zhou Enlai, the foreign minister, tried to send a message to the West was to send that message through India. 来自中国的一次次警告，换来的却是美国的置若罔闻。美军飞机多次越过38线，狂轰滥炸，还往中国境内扔炸弹，便令许多村庄被毁。1950年10月4日，一架专机把彭德怀从西安紧急接回北京。此时的彭德怀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西北军区司令员，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来不及多问，随身带上的只是一包关于西北经济建设的文件。然而，当他走进中南海，才发现会议的议题是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到了北京了以后呢，有两个人是出兵问题，他要让把这经济问题都给了纪委书李富春。在这天的会议上，彭德怀并没有发言。当晚，彭德怀入住北京饭店，他后来在自述中回忆，怎么也睡不着，以为是沙发床不习惯，搬到地毯上，也睡不着。一夜未眠的彭德怀悟出了一个道理：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他的肠胃，向他让步是不行的。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让邓小平接彭德怀到中南海，谈中国出兵援朝问题。主席的生活习惯大家都知道，一般他是每天晚上，办公、写文章到很晚很晚，所以上午的时候不去打搅他。主席在一大早接见彭总，因为当时朝鲜战争比较紧张了。中南海颐年堂，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重大历史时刻。10月5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毅然决然地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果敢承担起保卫和平的历史使命。讨论出兵援朝的一系列会议，没有留下任何资料，一幅油画记录下了这个历史性瞬间。后来，毛泽东在与湖南医师的同窗好友周世钊的谈话中强调，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抵住6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他要把3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他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正义战胜非正义，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是比原子弹更加强大的时代力量。然而，崇尚霸权和武器至上的美国，自然看不到这一点。
10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所谓8国提案，默许所谓联合国军进入朝鲜北部，为他大举北犯的侵略行为大开绿灯。早已按捺不住的麦克阿瑟立即发出敦促朝鲜人民军投降的最后通牒。联合国军潮水般涌过38线，越过了中国绝不能容忍的底线。1950年10月8日，也就是所谓联合国军越过38线的第2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新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军事名词由此诞生。它将在以后的日子里被全世界所关注，并最终成为坚强、无畏、勇敢的代名词。也因它为维护正义、反对强权所建立的不朽功勋而永垂史册。临行前，毛泽东特意设下家宴，为彭德怀壮行。在彭总临出行前，请他吃了一顿饭。我给你介绍一个翻译。毛泽东向彭德怀推荐的年轻翻译，就是他的长子，年仅28岁的毛岸英。这一年，正在北京机器总厂工作的毛岸英刚刚成婚。爱人是20岁的刘思齐。当时，因急性阑尾炎，刚在医院做完手术。临出征前，毛岸英到医院和他告别。是感觉到不一样，因为他走的时候，给我鞠躬90度的，很低的，就站起来，呆呆的在那看看我。就往前走了，他转了身往后，就是他往外走，然后走了几步，他又停下来，又转过身来给我鞠躬。他就告诉我，他要出差，要到一个不是很容易能回到这个家里的来的那么一个地方，要我经常回去看看爸爸，不要他不在我就不去了。风雨骤，军情紧。当心急如焚的彭德怀赶赴东北时，这枚刻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10个大字的印章还没有制作完成。后来，彭德怀身边的工作人员拿上这枚帅印，匆忙赶往位于沈阳的志愿军司令部时，却没有见到彭德怀。不是我急了，我说救援你们干什么的？你瞅瞅你干什么吃的呀？我说发脾气给救援。后来跟主席汇报去了，那好。10月12日晚上，正在沈阳紧张筹备出国作战的彭德怀，突然接到毛泽东急召回京的通知。彭德怀意识到，可能出现了新的情况。问题出在了苏联。4天前，组成志愿军命令发布的同一天，周恩来秘密飞往苏联，代表中共中央同斯大林商谈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支援，特别是提供空军掩护的事宜。Сталин, конечно, был на перепутье, тут вопросов нету. И, конечно, он старался избежать прямого столкновения с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и, так сказать, начала Третье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其实已经要准备出动了，然后就把彭德怀从前线叫了回来，就是政治局呢再次讨论这个问题。1950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能出动空军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
仍应出兵援朝不便，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当晚，毛泽东亲自将这一决定电告了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在缺乏空中支援、火力优势的情况下，与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军事强国打一场现代战争，对绝大多数军事家来讲都有违军事常识。但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就是不信这个邪。我记得当年周恩来讲过一段非常悲壮的话，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这一代遇到了第3次世界大战，为了子孙后代，只有承担下来，让我们的子孙永享和平。这是太平洋深处的一座珊瑚岛。1950年10月15日，美国空军1号缓缓降落在了这座环状小岛上。美国总统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相约在此，讨论朝鲜战局问题。威克岛 （Wake） 应于醒来的意思，但是至少在这一天乃至此后一段时期，麦克阿瑟是不够清醒的。在美国白宫后来公开的这份会议记录中，杜鲁门问麦克阿瑟，中国干预的可能性有多大？麦克阿瑟回答，微乎其微，他们没有空军，我们现在在朝鲜有空军基地，如果中国人真要南下到平壤，那他们就是自寻灭亡。The Americans, as it turned out, were far too confident, so that the Americans felt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victory on the mainland was not really a test of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ies would fare against the Americans or a modern army. Also, the United States didn't really have that much respect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t that time. If I hadn't have taken them, they would never have been taken. 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国老兵贝文亚历山大，在他的《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一书中，不无遗憾地写道：西方领导人，尤其是美国领导人，战前本已收到了足够多的信号，倘若他们对此信号做出反应，则有可能避免中国介入战争。麦克阿瑟真正醒过来，是在多年之后。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解释当时的判断：他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军事指挥官会冒这样的风险，把大量兵力投入已被破坏殆尽的朝鲜半岛。现在，麦克阿瑟就要遇到他一生最强大的对手了。与轻视这个对手的所有人一样，麦克阿瑟的傲慢与偏见很快就让他付出惨重的代价。此时此刻，志愿军几十万大军已经开始战前动员。在这支首批入朝的志愿军队伍中，一名叫马福尧的副政治指导员，怀着誓要战胜美帝国主义的决心，写下了一段诗歌。他就想这个事儿怎么能够把大家的心声表达得更好。晚上睡了呢，睡了又起来，起来又睡了，完了又最后拿起笔写下了这个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当时的马福尧并没有想到，他这几句顺口溜，经过个别文字润色，由作曲家周维志谱曲，成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人人都会引吭高歌的激昂旋律。
枪，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中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儿女。沉沉黑夜，笼罩着蜿蜒在中朝两国之间的这条界河。也许是犯了与麦克阿瑟同样的错误，整日里紧贴鸭绿江密集飞行的美军侦察机，居然没有发现这一江秋水附近有大军集结的异常。1950年10月18日，毛泽东致电邓华、洪学智等，要求自明19晚从安东和吉安县开始渡鸭绿江。那一天，志愿军电台队长杨雨田按下了一个个按键，把命令传向志愿军的每一部电台。日常呢，这是密码电报，密码电报对部队都是经过我发的。电报是急电、特急电，这个自己要把握。那特急电报就4个 A。在夜幕掩护下，志愿军从安东、长甸河口、吉安3个口岸跨过鸭绿江，秘密进入朝鲜战场。历史终将铭记这个日子：1950年10月19日。过江的时候，我们的呢心情是很激动的。我们是向埋正敌人的前线这个去出发，但是呢，我们也离开了祖国。说当时大家呀很激动，都跪下一人就是歌手捧了一把土，就是揣在兜里了，做永久纪念啊。那一天，毛泽东将此情况电告邓子恢、陈毅、刘伯承、贺龙、习仲勋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要求各中央局加以注意，以便在工作布置上有所准备。各地积极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肩负民族的期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雄赳赳气昂昂，开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战争拉开大幕。在随后的岁月里，无论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风险挑战，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意志从未改变，历久弥坚。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珍惜和平，把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为神圣职责，绝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破坏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和发展权利，破坏中国人民同其他国家人民的交流合作，破坏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